你有没有想过，在一片沙沙的静电噪音里，会不会其实藏着一些不该出现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子语音现象，英文简称 EVP。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很神秘的声音。录音的当下你根本听不见，可是当你会放袋子的时候，它就冒出来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些静电噪音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好，我们的故事要从1959年开始说起。当时有一位瑞典的电影制作人，叫做弗里德里希·尤尔根森，他跑到户外去录鸟叫声，结果回家一放，他听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声音，而且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用德语轻轻地叫他：弗里德里希，有人在看顾着你，你听得到我吗？他一听，哇，这不就是他过世妈妈的声音吗？就是这句充满情感的私人讯息，开启了一场到今天都还在科学跟未知之间拉扯的全球大谜团。所以 EVP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正式定义是在电子录音设备上捕捉到的没办法解释的人声。关键的重点是这些声音在录音的当下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有在事后播放的时候才会突然出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核心，一个在科学跟灵异之间游走的谜。不过这件事其实不是从尤尔根森才开始的时间再往前推一点，早在1952年，梵蒂冈有2位神父杰梅里和埃尔内蒂，他们在录圣歌的时候就意外录到一个声音，他们非常确定那是杰梅里神父过世爸爸的声音。然后呢，尤尔根森1959年的发现又启发了一位心理学家康斯坦林·劳底夫，这个人可以说是完全栽进去了。他在1960年代录了超过10万卷的录影带，系统性的去研究这些他称为劳底夫之声的现象。你想想看，10万卷这真的是用生命在研究了。那到底是什么让梵蒂冈那次的录音这么有说服力？关键就在一个超级私密的细节。杰梅利神父后来回忆说，他用我小时候的绰号叫我，那是一个根本没有其他人知道的名字。就是这种你知道的只有自己人才懂的连结，让一次单纯的录音意外变成了一次非常深刻甚至动摇信仰的个人体验。其实这种对神秘声音的着迷也不只存在于录音带里，你看，就算是在权力最高的地方也流传着类似的故事。据说2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有次在白宫过夜，竟然亲眼看到林肯的鬼魂，但他超镇定，只是说了句：看来你逮到我了，我现在处于劣势。而且不止他，林肯的鬼魂在白宫还被很多访客听到或看到，这就表示我们人类对于这种神秘的声音跟形体，其实早就超越了科技的范围，深深的存在我们的文化跟历史里面了。所以问题就来了，这些真的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吗？还是说这背后其实有其他更科学的解释？好，现在让我们暂时把这些神秘的故事放一边，转个弯，从科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解读这些声音的。好，科学界提出来最主要的解释叫做空耳效应，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就是听幻觉。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一些随机的声音，比方说静电的沙沙声或白噪音，自动解读成我们熟悉的模式。最常见的当然就是人声了，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大脑天生爱找规律、爱脑补的本能。这概念其实不难懂啦，你看，这就像我们每一次抬头看天上的云，这朵云像兔子，那朵云像人脸。我们的大脑就是天生被设定成这样，很喜欢在混乱里面找秩序，在没有意义的东西里面自己创造意义。所以听觉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听到的那些所谓的声音，很可能只是我们的大脑对随机噪音的自行加工而已。所以现在我们就有2派说法在打架，一边是超自然派，
他们相信是来自另一个次元的灵体在操纵能量，把随机的声音变成我们可以听懂的话，想跟我们沟通。另一边是科学心理派，他们认为这完全是我们大脑的节奏了，是我们自己的感知在作祟，把意义强加在噪音上，根本没有什么外来的讯息。心理学这边还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哦，叫做触发效应，白话文就是暗示的力量。有研究发现，如果实验的时候你先告诉参加者，这是一项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研究，那他们在随机噪音中听到人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期待竟然可以改变我们听到的东西。你看这张图超明显的，左边这条是没被暗示的那组，就跟他们说这只是个噪音研究，结果听到人声的比例比较低。再看看右边这条，是被告知这是一项超自然研究的组别，报告说听到人声的比例直接飙高，这又证明了我们的信念跟预期真的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听觉。可是心理学真的能解释所有的事情吗？好像也没这么简单。当我们再深入挖下去，就会发现有一些案例，你就算用空耳效应或暗示都很难说得通。有一些现象好像已经挑战了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了。来，我们来看一个连科学家都抓破头的案例，意大利波隆纳的声学实验。在一个控制很严格的科学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得到一些超傻眼的结果。他们竟然在一台，你听好没插电的收音机上录到了很清楚的人声。而且这些声音的频率超过1400赫兹，在远远超过人类声带能发出的范围。更扯的是，录到的讯息里面还包含了一些现场研究人员根本不知道的资讯。最后，他们拿录音去做声纹比对，跟某些已经过世的人的声音匹配度竟然高达90%以上，这要怎么解释？还不止这样，还有一个更妙的故事。有个研究员，他从一个伪随机数生成器里面录到一句很清楚的德语讯息，说电脑坏了。他当下觉得很怪，因为电脑明明好好的啊。结果隔天他又听到了完完全全一样的讯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的电脑有一个小细节，它里面没有即时时钟，所以每次重开机，那个所谓的随机数生成器都会从一模一样的初始值开始跑。所以这到底算什么？既不像是鬼在沟通，也不像是单纯的脑补，反而更像现实世界里的一个小 bug， 一个我们还没搞懂的系统性巧合。所以绕了一圈回到最初的问题，当我们再次听着那片静电噪音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究竟是什么？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讯息吗？还是我们的大脑为了寻找意义，自己上演了一场复杂戏法？又或者是一个我们根本还没搞懂的现实本身的一个小裂缝？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依然就藏在那一片沙沙作响的未知里吧。